中美元首再次举行视频通话，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指出，美方一些人没有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也没有把拜登积极表态落到实处。到底拜登身边谁在阳奉阴违？拜登特别将通话地点移到战情室，又在传递哪些信号？他现在有求于中国，但是呢，他不是来真正的商量。如果美国还是居高临下压中国啊，那么他达不到任何目的。Такж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западные покровители прос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ют киевские власти к продолжению кровопролития. Им поставляют все новые партии вооружения, снабжают разведданными, оказывают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ключая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ников и наемников. 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美国不断送出致命性武器，使得局势复杂化。俄外长一针见血指出，美国阻挠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条款，到底是谁在乱局中浑水摸鱼？美国呢，对他需要遏制的国家，对待中国、俄罗斯，现在都是用所谓的综合战争，就是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俄乌第4轮谈判出现更切合实际、立场最大限度的接近等积极表述，双方领导人见面是否有谱？美媒爆料，泽连斯基及幕僚谈判策略出现混乱，至今仍未决定谈判让步底线。和平谈判的推进会否久拖生变？俄乌总统直接对话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开启？我觉得更多还取决于双方就达成协议立场的这种趋同度，尤其是能否确定下来这个协议的大体的一个框架。面对国家中立化，乌方只同意乌克兰中立模式，其与瑞典、奥地利中立模式究竟有何不同？乌克兰提议联合国五常与土德共同为其与俄罗斯的安全协议担保，为何美国与北约却迟迟不明确表态？现在谈判呢，看来保持中立是双方立场接近，但是要几个大国给乌克兰绝对的安全保障，这个我觉得起码俄罗斯不会同意。拜登即将访欧参加北约峰会，与盟友商讨乌克兰危机。眼下，美国与北约不断加强东欧军力部署，俄直接出手打吉乌西部美欧军援通道。针锋相对之下，俄与北约还会形成怎样的军事对峙新格局？力量上讲，也还有打下去的空间，就是想靠一纸协议来得到乌克兰的永久的安全，这是做不到的。3月1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通话，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乌克兰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这也是自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元首的第4次沟通，再次隔屏相见。中方元首强调，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冲突对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和平安全才是国际社会最应珍惜的财富。将近2小时的云会晤结束后，中方随即发布了会晤通稿，较为详细地展示了中方对中美关系及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和态度，坦荡且自信。相比之下，白宫简报滞后许多，且出乎意料的简短，字里行间透露着谨慎与压力。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与去年11月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拜登选择在离总统办公室最近的罗斯福市举行不同。本次视频通话，拜登坐在了战情室，这个地点的选择似乎有意为之。美媒披露，美国总统通常在这里指挥最危险的行动以及最艰苦的谈判。去年底，拜登团队也是在这里与单刀赴会的普京进行艰难对话。当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不仅希望中方能够发挥调停作用，劝和促谈，更希望中方不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甚至同美西方一道制裁俄罗斯。中国对用战争手段、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中国原则上是不同意的，这是一方面啊。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其实就对美国有点批评了。然后呢，希望就是大家一起促进谈判。这里面其实也是间接的在提醒美国不要再点火，不要递刀子。然后比较新鲜的就是习主席直接点了，就是希望不仅俄乌要谈，说北约跟俄罗斯也要谈。所以我的理解是，首先还是美国有求于中国，是吧？因为这是应约，这个跟美国总统通电话嘛，不是中国主动的啊。说明美国有需求嘛？明明有求于中方，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却频繁使用“后果”一词，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胁迫中国。
就在此次中美元首视频通话的3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7个小时的超长会议。这个中美罗马高层会谈之前，然后包括两国元首会谈之前，美国方面就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放假信息，制造新话题啊。这个说明他对会谈呢，他又有期待，但是又缺乏诚意，还是有点傲慢啊。他现在有求于中国，但是呢，他不是来真正的商量，而是用威胁的口吻跟中国说话啊，这个就特别不合适。如果美国还是居高临下压中国啊，那么他达不到任何目的。3月1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是应约参加此次会晤，美方明显是有求于中国，那么希望中国与俄方划清界限。但此次元首会晤中，习主席也重申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美方的要求做出所谓的承诺。那么黄先生，据您观察，此次元首会晤后，美国各界有何反响呢？美方总统要求跟中方的这个国家主席，就习近平主席进行谈话的时候，他肯定是有要求的，没有要求他为什么打电话呢？这次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要求呢，就是叫中国选边站，跟美国站在一起。这个反对俄罗斯，谴责俄罗斯，甚至呢还做出一些威胁，好像中国不站在美国一边，要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制裁，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这里边有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呢，美国尤其是欧洲希望这次在俄乌战争中起到一个斡旋的作用，他们希望中国去出面调停，斡旋双方，把这个和平争取下来。而一方面呢，要中国选边站。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内在的矛盾，就是说如果中国选边站了，中国就失去了斡旋必要的立场和能力。但是如果要保持这个斡旋的立场和能力呢，中国就必须保持一定程度上中立，这样双方能接受你。你都完全站到另外一方了，那这一方肯定就不会接受你的斡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所以美国自己的要求当中就没有想清楚，就有矛盾。这一点我想中方肯定会指出的。美国不懂这一点吗？我想他懂的，因为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非常的极化，拜登在国内呢面临着非常强大的反对力量，就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竞争相当厉害。所以呢，拜登在会谈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他的发言人也好，司令也好，会谈前做出的那个强硬姿态，与其说是做给中国人看的，不如说做给他们自己美国人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元首会晤中，习近平指出，美国和北约也应该同俄罗斯开展对话，解开乌克兰危机的背后症结，化解俄乌双方的安全忧虑。也想请教一下，目前在法国的宋先生，据您观察，欧洲国家是如何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呢？我的观察呢，主要有2点：一是因为战争发生在欧洲，欧洲各国呢无不希望呢这场战争尽快结束。所以呢，对中美元首会晤呢，他们是有期待的，很愿意呢能够找到一个迅速结束战争的办法。二是呢，欧洲也有一种失落感，中国和美国都远离战场，也都不是欧洲国家不是事件的直接相关方，但中美呢却对发生在欧洲的事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那么请教一下黄先生，您曾经撰文指出，俄乌战争将美欧俄等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到乌克兰陷阱之中。乌克兰陷阱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哪些变数？中美关系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所谓的乌克兰陷阱，就这个事情，美国必须对它的战略资源进行重新的分配，尤其是欧洲是美国联盟体系的最重要的力量，重要性远远高于日本、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以美国不得不解决这个乌克兰和这个战事。美国战略资源的一个重新分配，就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战略意愿和它战略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所谓的力不从心的这个现象。第二呢，它造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这个决策的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说它对中国还像以前那样的拼命的压制中国、打压中国，美国的压力太大，那么中国别无选择，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也有可能跟俄罗斯的关系会走得更近，这一点实际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举棋不定，这个举棋不定的最好的表现呢，就是前不久拜登在国情咨文的演讲当中没有刻意的中国的这个把
是中国。当地时间3月2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民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直播采访，就乌克兰局势等问题阐述中方立场。对于中方是否会参与谴责俄罗斯的问题，秦刚大使回应说：“中国是解决问题的一方，不是制造问题的一方。中方一直在劝和促谈，呼吁停火止战，也将继续这么做。一味谴责无济于事，我们需要的是智慧、勇气和有效外交。中方能同危机所有相关方说上话，因此中方的独特地位有助于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但在回答提问的过程中，秦刚大使的发言却屡屡遭到布伦南的打断，在9分钟左右的采访时间里被打断了大约23次。与之相比，在同一天接受该节目采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乌克兰驻美大使马尔卡罗娃等嘉宾，他们的发言却几乎没有遭到过布伦南打断。布伦南这一既不礼貌又搞区别对待的做法，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在不少外国网民鼓吹布伦南所谓强势表现、提问犀利的同时，也有一些网民提出异议，认为布伦南打断发言的行为粗鲁无礼，明显预设立场，破坏了秦刚大使的回答。We call for immediate ceasefire, and we are promoting peace talks, and we are sending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Will you send money and weapons to Russia, though? Well, there's a disinformation about China providing military assistance to Russia. We reject that. You won't do so. Beijing will not. What China is doing is send foods, medicine, sleeping bags, and baby formula, not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any party. And distrust relations with Russia gave u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hat's for exactly peace talk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e White House is saying, that you are in such a position of power here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call Vladimir Putin. 继中国红十字会此前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后，3月21号，中国政府决定再向乌克兰提供一些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的是食品、儿童奶粉、睡袋、棉被、纺巢垫等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而美方提供的却是致命性武器。英国《每日邮报》统计，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公开宣称他将张开双臂欢迎那些逃离战火的乌克兰人，但自本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只接收了7名乌克兰难民。路透社获得的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美国接收的乌克兰难民人数极低，而欧洲国家已经接收了260多万难民。现在一个立场上中立，一个行动上主要这么做的这么多少，一个是撤侨嘛，是6000那个留学生和华侨撤出来了嘛，做的挺好的。下面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嘛。我们现在这个做的事儿呢，一个就是立场上采取平衡立场，然后警告那些煽风点火的国家不要再煽风点火，然后劝谈促和。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4周。双方交火仍在继续，而和谈也在艰难推进。与前3轮谈判均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不同，第4轮谈判是在线上进行。此外，与前3轮谈判均在1天内快速收场不同，第4轮俄乌谈判除了技术性暂停中断1个下午外，都在持续进行中。俄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梅基斯基表示，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和乌不加入北约是俄乌谈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此议题上的立场已经最大限度的接近。俄外长拉夫罗夫也称，尽管谈判困难，仍有一些希望达成妥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使用“相当好”一词来评价当天的谈判。他称，谈判双方立场变得更加切合实际。乌克兰谈判代表、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甚至称，待协议文本确定后，俄乌总统的会谈或将在近几周内举行。目前，俄乌双方都在为达成停火协议文本做努力。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就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需要几天到1个半星期的时间达成和平条约。尽管俄乌表露了妥协的意愿，协议也看似就要达成，但在乌克兰中立地位、领土问题等核心问题上，双方尚未达成一致。
上周四，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通话。普京在电话中提出了确切停火条件。对于向乌克兰加入北约等条件，对乌方来说不是问题，但涉及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地位等关键问题，不仅需要考验乌高层的政治智慧，甚至需要俄乌总统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双方实际上对这样一个停火条件，它都有解释权。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俄方有意设有这种灵活性的这种安排考虑啊。比如说，俄罗斯设立的这个高中低这种3级目标，我觉得也可以对应到土方提及的这个2类的这个停火的这个条件里面。那么乌克兰到底能够接受多少？我觉得一方面也取决于战场的这个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取决于泽连斯基他本人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谈判能力啊。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是普京这样丰富经验的这个谈判人手，到底能不能为乌克兰争取到更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知情外交官称，波兰、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总理上周二到访基辅时，泽连斯基以更强烈措辞重申不会认输。在3位总理面前，泽连斯基对谈判和解显得兴趣不大，并称乌克兰要一直战斗，直至普京改变要求。对于乌克兰政府称一边要作战到底，一边又发出谈判乐观的信息，欧美官员认为泽连斯基及其幕僚还未就乌克兰人民愿意做出何种让步换取停火得出明确结论。乌克兰最大国营石油及天然气公司总裁维特连科认为，许多乌克兰人现正遭受极大痛苦，这使谈判代表团承受压力，必须在谈判中显示某些进展。在乌克兰，有些人说我们不想听到谈判，我们想战斗到最后，但有些人却说至少要尝试谈判。这就是为何对谈判团队来说，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乌克兰前国会议员李亚新表示，部分乌克兰人相信正赢得这场战争，他们不会接受痛苦的妥协。华盛顿邮报还指出，任何潜在的协议也将需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俄方撤军可能也要西方撤销制裁来配合。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3表示，单是撤军可能不足以令美国撤销制裁，强调俄罗斯必须确保以后不再有类似的行动计划。虽然乌克兰方面不断放风称俄乌总统的会谈可能在最近几周内举行，但综合俄乌双方的公开表态可以看到，只有当协议文本确定后，两国总统才有可能见面。至于会晤地点，俄方称普京目前没有前往乌克兰的计划。另一边的泽连斯基此前则称，与普京的会谈地点应该在以色列。有意思的是，土耳其近来积极斡旋，与俄乌双方互动频密。当地时间3月1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同一天，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访问乌克兰，并与乌外长库列巴举行会晤。而就在前一天，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晤。恰武什奥卢表示，在我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我们对停火的希望有所增加。俄乌总统可能会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其实，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就向普京提议，俄乌领导人前往土耳其举行会晤，土方愿意组织这次会晤。要知道，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在黑海有海上边界，与这2个国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万青松认为，从近期土耳其活跃的外交表现看，不排除其成为会晤地点的可能，但从俄罗斯的立场和意愿分析，却仍要打个问号。土耳其它毕竟是北约的成员国，俄乌这么重要的谈判，这个元首级的谈判要放在一个北约的国家去谈，是否会影响到俄罗斯强调的这种一直很重视的这个外交的独立自主性？这是我的一点担忧。实际上，我觉得俄方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在这个第1轮谈判大概这个期间吧，俄方最早有过表示啊，就是说俄乌重要的会晤都需要放在白俄罗斯进行。那么我们看到前面3场面对面的这个谈判都是在白俄罗斯进行的。当然，乌克兰总统当时也提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啊，但是最终还是在白俄罗斯举行了。我觉得也不排除这个俄乌元首有可能会放在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据悉，在第4轮谈判中，俄乌双方各自的立场都清晰明确。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称，乌方提出按照奥地利或瑞典模式建立中立去军事化国家，保留自己的陆军和海军。目前这些问题正在俄乌国防部领导层面进行讨论。然而，梅金斯基这一说法遭到乌方否认。需要指出的是，瑞典和奥地利的中立模式是无担保国的中立，即该国从国际法层面宣布中立，其他国家就不应该再进攻该国。
而乌方提出的乌克兰中立模式，要求国际伙伴与乌方签订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协议，缔约国必须确保乌克兰遇到类似当前情况时不会袖手旁观。分析称，这也是瑞典、奥地利中立模式与基辅提出的乌克兰中立模式的核心区别所在。于是外界注意到，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谈后表示，乌克兰提出由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连同土耳其和德国作为未来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担保国。针对乌克兰提议土耳其作为担保国之一，俄罗斯对此没有异议。然而就在此前的3月10号俄乌外长会晤时，俄方拒绝了讨论土耳其承担乌克兰担保国角色问题的提议。难度就在于，首先是美西方能否答应。实际上，这个7个国家里面有5个国家是吧？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土耳其都是这个北约成员国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并没有表现出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那么德国和法国，虽然他是希望尽快的就是缓解目前的这个危机，包括他自己这个所面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烈的这个难民危机，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但是显然也没有表现出很积极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是吧？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2日，这个德法领导人也与普京再次通话了，但是他们的这样一个通话里，实际上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还需要再进一步观察。据俄新社3月19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接受日本 TBS 电视台采访时称，乌克兰局势目前受到在基辅的美西方代表管控。根据卢卡申科的说法，泽连斯基桌子上有2部电话，可以与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卫星通信。卢卡申科称，今天要想停战，只需要联合国、美西方向乌克兰领导层发出信号，停止这场战争的强烈信号。临近晚上的时候，战争就会停止。如果美国人给泽连斯基桌子上的电话致电说应该与俄罗斯签署条约，那么和平就来了。俄外长拉夫罗夫也质疑美方正在阻扰俄乌之间和谈的进展。上周，俄乌开启了第4轮谈判，双方释放了一些谨慎乐观的信号，比如谈判更加务实，有希望达成妥协等。乌方甚至称，俄乌可能需要几天到1个半星期的时间就能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对于乌方给出的达成协议时间表，您是如何看的？双方最终会达成妥协的。因为冲突长期化，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俄乌每天冲突的成本很高，这个妥协呢，我认为将会有2个特点：一，这会是俄、欧、美、乌4方都能接受的妥协。虽然谈判桌上坐的是乌克兰，但它并不能完全自主决定。第2个特点呢，是要有其他大国的担保类似于伊朗核协议一样。目前呢，乌克兰也已经提出这个条件，具体呢，谁妥协更大一些，则取决于冲突的结果和实力对比。围绕可能达成的协议，乌克兰提出由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连同土耳其和德国作为担保国，希望在7国的担保之下尽快与俄罗斯达成协议。那么，您认为这样一份多国参与的安全协议能够实现吗？现在谈判呢，看来保持中立是双方立场接近，但是要几个大国给乌克兰绝对的安全保障，这个我觉得起码俄罗斯不会同意，因为如果几个大国给乌克兰坚决保障，那乌克兰又反对俄罗斯，又做出一些不利于俄罗斯政策的话，俄罗斯不是这一次就白做了。所以我想，这是乌克兰提出的建议，我想俄罗斯是不会接受的。只要俄罗斯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干预都很难达到效果。外界对于俄乌总统何时会面仪式也是十分的关注。不过，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提到，俄乌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应有助于解决当前冲突的关键问题，并且巩固已达成的协议。泽连斯基19日凌晨呢，在社交媒体上也发布了视频，再次呼吁与俄罗斯进行会谈，称现在是时候见面了，让我们进行会谈吧。那么，什么情况下普京会同意与泽连斯基见面呢？普京这次行动当中呢，原来提了好几个目标，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就是俄罗斯的自己的要求条件呢，应该初步能够达到。
另外呢，这个两个国家的元首会面，那一定是两个国家的具体工作人员、外交官谈判谈得差不多的时候，需要两个国家元首来最后来敲定、来认定、来签署这个文件。现在呢，看来离开这个一步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要有结果，不能见了面以后不但没有按照俄罗斯要求达成结果，反而把这个局势搞得更复杂了。见面了，普京是不会接受的。俄方实施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超过了20天，那么1个月会是俄方给自己设定的期限吗？普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是打还是和？普京这几天会否给出答案？乌克兰面积是格鲁吉亚的将近10倍 ，GDP 呢是格鲁吉亚的6、7倍，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欧洲的第2大国来说，那么这个战时需要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至于到底需要多少时间，现在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呢，官方包括俄罗斯的国防部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期限。军事行动的期限呢，取决于俄罗斯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也取决于呢俄罗斯这个目标是否会发生变化而且呢，战场上呢变幻莫测，作战经验丰富的俄罗斯应该不会主观的先设立一个时间点打还是和呢，与2个因素有关。一是呢，俄罗斯它是全球第2大军事大国乌克兰呢也得到了西方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从力量上讲也还有打下去的空间。目前双方谈了几轮都还没有妥协就和这个因素有关二是取决于呢俄乌欧美4方，并不仅仅是俄罗斯一方所能决定的。尽管俄罗斯的作用呢更突出、更重要所以呢，即使俄罗斯想和，如果它的条件其他3方面不能接受，也同样呢无法休战。但有一点，我认为从气候上来看，可能是要赶快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是黑土平原，冬天又特别冷，下的雪量也比较大。也就是说，一般来说3月底4月初就开始化冻，化冻以后呢就比较泥泞，那么做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呢就比较困难。那么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说呢，他可能要赶在化冻之前，要解决战斗。因为我觉得，如果从气候的变迁来看呢，可能俄罗斯想要早点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可能更强烈一些。俄国防部在上周末发表战报透露，一枚匕首导弹摧毁了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地区一个储存了导弹及航空弹药的大型地下军火库。俄罗斯过去从未承认在实战中用过这款高精准武器，俄媒也称这是匕首的首度使用。匕首导弹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8年国情咨文中提及的一系列新武器之一，称它可以音速10倍速度飞行，是能战胜所有防空系统的完美武器。这已经不是俄方第一次对乌克兰西部的军火以及后勤系统进行打击。3月13号，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位于乌克兰波兰边境附近利沃夫州亚沃罗夫市的军事训练基地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根据媒体报道与照片显示，有多批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火被毁。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西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通道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也直抵北约门口。For many years, NATO allies have trained tens of thousands of Ukrainian troops. Many of them are now fighting on the front lines. Allies have also provided significant quantities of critical equipment, including anti-tank and air defense weapons, drones, ammunition and fuel. 3月16号，北约盟国30位国防部长齐聚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已经启动了防御计划来保护联盟的安全。他说，数十万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其中4万军队由北约直接指挥。而同一天，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就报道称，美国国防部称，美军在波兰部署了2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之前站队的国家，你比如波兰，包括罗马尼亚，它的反导系统的部署会加快。
另外呢，就是你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这种国家呢，它会可能更多的希望美国在自己区域驻军。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之前美国人不太好进行的这个部署，已经趁着俄乌冲突呢进行了，甚至我们说有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点完成了的意思。我们说美国之前在波兰、在罗马尼亚建设这个陆基宙斯盾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它肯定是可以对俄罗斯的导弹进行拦截。还有就是说，这些陆基宙斯盾系统能不能发射战斧，能不能变成一种这个可以执行战略打击任务的平台？那么现在其实各家是有不同的说法。还有就是美国有没有可能性在反导体系之外，在波兰呐、立陶宛这些国家部署，比如中程导弹？那么这些中程导弹如果进入到东欧的话，那么对俄罗斯的很多发射平台可能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会让俄罗斯很头疼。除了美国，英国外长也表示要在波兰部署100人的空中军刀中程防空系统。事实上，为了加快部署推进，将北约拧成一股绳，拜登还将在本月24号访问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出席北约领导人的特别会议，共同商讨北约对俄乌冲突的应对问题。其实，作为北约老大的美国一直对俄乌局势很上心。在军事冲突爆发之初，美国就和北约成员国组建秘密机场，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给乌军提供标枪反导的导弹和独自防空导弹。美军欧洲司令部已成立一个特别协调小组，负责管理美国和至少14个其他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输送工作。此外，美军网络司令部还组建网络任务小组，隐藏在东欧附近的基地，干扰俄罗斯的战场通信。Well, we've been doing shipments or deliveries every day or every couple of days, and obviousl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would have more specifics, but we have effectively and successfully delivered $300 million in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he Ukrainians on the ground over just the last 2 weeks, and our effort would be to continue to rapidly provide equipment. 3月16号，拜登还宣布追加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向媒体表示，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美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帮助乌克兰，但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确实发挥了作用。这是美国军方高级领导人首次就美国对乌援助的作用做出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送武器，据俄塔社18号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罗纳德·莫尔特里日前也证实，华盛顿正快速有效地将情报信息传递给基辅，以便让基辅利用这些情报来打击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军队。我们注意到之前乌克兰的蛇岛守军向俄罗斯投降嘛，俄罗斯把这些守军人员输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过程之中，遭到了乌克兰海上力量的袭击。那么当时实际上俄罗斯方面发现有一架美制的 RQ-4无人机在这个乌克兰袭击的区域附近上空进行巡航，那么俄罗斯就指责美国提供了相关这个运送俘虏的船只的这个情报。那么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北约利用自身的这个有人驾驶的大型的，比如预警机也好，包括远程侦察机，像 P8 也好，像 RC-135也好，还有像 RQ-4这样的大型的这个无人侦察机呢，不断的去收集战场上面这些相关的情报。另外，美国的侦察卫星呢，实际上应该也一直在对乌克兰的战区进行窥探。那么这些情报经过整合之后，那么会提供给乌克兰方面，那么帮助乌克兰方面去调整自己的战场部署。而对于西方军援乌克兰的通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位于波兰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处位置未被透露的机场，已经成为西方向乌克兰境内输送武器装备的运输枢纽。每天约有17个架次的西方国家军用运输机抵达于此，卸下西方各国提供的武器装备。虽然美媒没有透露该机场的具体位置，但有分析认为，波兰东南部城市热舒夫目前部署有美国爱国者3反导系统，且距离乌克兰边境远近适中，因此这里应当是充当中转枢纽的最佳位置。日前，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有多个渠道能把军援送到乌克兰手上。”俄外交部则对此强硬表示：“由于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我们不能保证不会与北约发生意外事件。”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日前也发出警告，运送外国武器的车队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目标。北约国家呢一直在讲说，如果打击运输车队呢，就是宣战。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我们说的都是隔空在骂战啊。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在2月份的时候，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围绕乌克兰的局势进行演习的时候，专门演练过一个科目，就是遮断向相关区域投送装备。那么这种遮断呢，更多的也还是针对于重装备的车队的这种打击，所以我估计短时间内啊，北约国家不太可能会以车队方式向
乌克兰去投送装备，因为那样的话，俄罗斯方面，如果不打击的话，那么将会遭受更多损失；如果打击的话，就跟北约实际上有点直接冲突的意思。这个其实对各方下一步的这种谈判也好，包括局势是缓和也好，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北约方面还是会像现在这样，以空运把这些相对比较轻的装备投送到波兰包括这个其他一些跟乌克兰接壤的国家，然后用徒步运输、少量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运入乌克兰。事实上，虽然北约已经多次拒绝在乌设立禁飞区，也明确表示不会以维和部队的名义派地面部队越过波乌边境，但北约国防部长已责成军事指挥官制定在陆海空及网络和太空领域的全面且长期的防卫遏制计划。对于美国北约拱火不断，3月16号，普京就在电视讲话中直接指出，西方国家想让流血冲突持续下去。Такж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западные покровители прос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ют киевские власти к продолжению кровопролития. Им поставляют все новые партии вооружения, снабжают разведданными, оказывают и другую помощь, включая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ников и наемников. 而为了应对乌克兰战事可能长期化，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最新报道，就在日前，社交媒体上有视频显示，疑似苏57隐身战斗机已经被派遣到了乌克兰境内执行作战任务。之前我们看到俄罗斯一直是试图在乌克兰迅速获得胜利，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整个这个冲突的战场的判断可能更接近于叙利亚，会相对来讲延续很长时间。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方面也是要向西方去展示本国手里还是有一些先进装备的，比如说之前北约实际上向这个东欧去投送了包括隐身战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先进装备。那么俄罗斯呢，当然也要对等的去提高这种部署的水平。只不过我们说像苏57这样的装备呢，这个俄罗斯可能加在一块儿就屈指可数，数量太少。所以呢，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力量的展示。实际上，对北约和这个俄罗斯在东欧的力量的这种对比上来讲，俄罗斯现在很难拿出真正的力量对北约反过来进行这种压制和逼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指出，俄罗斯在3月17号、18号连续2天进行了十分密集的末日航班演练。根据3月17号的国际民航组织航班实时图显示，当天下午几乎同时有包括ER96300、图214SR 在内的8架特种专机升空向西伯利亚内陆方向飞行。ER96300PU 通常充当俄总统普京的专机，堪称俄罗斯版空军1号。该机经过特殊改装，配备有全套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可以实现空中地面无障碍沟通，而且所有通讯设备都是最高的安全级别，防止窃听拦截。非常时期还可以在空中指挥作战，人称移动的克里姆林宫。图214PU 则属于俄空天军的特种航空指挥机，可用于协调特种军事行动，包括俄军的战略武器，一直被认为是普京的专用核战指挥机。美国国家利益网站称，图214PU 是著名的末日飞机，相当于美军的 E-4B 空中指挥机。它们都是专门为核战争爆发时从机上指挥包括洲际导弹、核潜艇、战略轰炸机等核力量实施反击而研制的。当它们出动时，往往意味着核战争已经临近。末日飞机的称谓也就是因此而得。实际上，美俄两国都曾假设，在遭遇核大战时，末日飞机将紧急带领本国领导人升空，并在空中下达战略核反击的指令。3月初，美国与北约也曾进行了末日核战演习，美国的末日飞机E-6B 等也是频频紧急升空。在俄乌谈判已经出现和平曙光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在通过各种方式拱火。除了美国炒作的俄罗斯有能力打击北约东部盟国之外，美国还炒作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将招致严重的后果等等议题。而令局势更加激化的，则是北约陆续加大军援乌克兰的力度。在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当下，美西方不断拱火，那么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黄先生，他们未必觉得能够彻底的打垮俄罗斯，除非俄罗斯内部发生重大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可能想叫普京遭受一定的创伤，这个创伤要疼，疼的足以到普京以后再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意愿。你如果仔细比较美国和欧洲，你会发现美国和欧洲是有一点差距的。一方面美国削弱俄罗斯，一方面呢也进一步的加强它对欧洲的控制，因为毕竟在美国维护霸权这个进程当中，没有欧洲的全力合作，它是困难。
有分析认为，目前北约对于俄罗斯实际上也采取的是模糊战略，比如面对美乌炒作的俄罗斯打击盟国，俄罗斯攻击军援车队，警惕俄罗斯在乌使用化学武器等议题是否会直接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宋先生，您怎么看北约这种模糊呢？北约的一个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啊，即乌克兰呢不是北约成员，所以呢不会军事干预，不会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开战，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了啊，就是在核时代，核大国之间呢不会直接对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不过呢，很多战争因素啊，有时很难清楚的界定，所以呢，北约立场清晰，但具体呢战争因素保持模糊，就是必然的选择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北约并不想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我们也注意到，日前拜登首次公开以战犯一词描述普京。那么从之前的杀手到现在的战犯，美俄关系似乎是已经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了。但是也有消息人士指出，俄罗斯与美国已经建立紧急通信线路，以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所以对于接下来的美俄互动，那么黄先生您是如何预判的呢？我觉得美俄之间的互动不是一般的小国家所能理解的，因为这是两个超级的核大国，双方都知道，如果真的到了彻底决裂那一天，那一定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毁灭的那一天。这一点双方，我想从苏联时期开始、冷战时期开始就有一些默契和底线。那么现在拜登把普京称为战犯，有3个意思。第一个，普京必须要对这件事情负责，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认为美国政府可能彻底断绝了跟普京的一切期望。第3点呢，这样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拜登这个维护他的国内的地位，因为我们刚才知道，美国的国内政治也非常复杂，党争非常激烈，甚至有极化的现象。如果拜登对普京软弱的话，或者是看起来不够强硬的话，他会在国内遭到攻击。乌克兰冲突已经爆发接近1个月的时间，各方要打的牌是否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各方的牌还没打完呢，这牌是多方面的，军事牌胜负现在还不明显呢，外交牌更没有打完呢，是吧？泽连斯基还在不断的在外头发表演说，但这个呢，对战争的结局来说效果很有限。西方呢你再演说也没用，他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的，是吧？还有其他牌比如说那个舆论牌新闻媒体的这个牌呢，还在继续的打，还在争取自己的同情者，还在那个丑化恶化对方的形象，所以这个呢可能还要继续一段时间。从现在来看呢，的确各方呢都不太愿意继续的长期拖下去了。全球秩序会进一步失序和混乱，不确定性更强，突发事件更难预测和更加频繁发生，使全球化进一步逆转，全球产业链更加不稳定。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博弈升级，欧洲国家如德国提高了自己的国防预算，芬兰对是否加入北约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民意转变，而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也是跌到了谷底。在众多变化的背景下，这场冲突会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版图？我们又该如何规避其中负面影响的外溢呢？这次冲突以后呢，看来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恶化还不止，俄罗斯跟美国跟整个西方的关系呢，还要继续恶化。欧洲呢已经提出要在几年内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金融上来说，俄罗斯以后在欧洲在西方世界融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所以呢，在这些领域呢，俄罗斯都希望加大同中国的合作。当然，我们中国呢一向是在俄美冲突当中，我们并不选边站，是吧？我们这次呢在俄乌冲突当中也不选边站，我们呢既站在正义的一方，主持公道，同时呢，我们也首先要顾及我们本国的利益。对地缘政治版图最大的改变我刚才说就在欧洲形成了一个乌克兰陷阱，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你不管怎么样，想从这个乌克兰陷阱马上抽身出来都是不现实，那就导致了整个世界资源、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尤其是美国和欧洲一些其他的国家，中国、印度
也没有进入也没有直接被卷入的国家呢，有了更多的战略选择，就是不管中欧也好，印度也好，实际战略选择的空间是扩大的，而是缩小。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使大家更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地区，如果只强调自己的绝对安全，并且自己绝对安全是在其他安全、国家安全的为代价这样取得的话，那本身就是一个祸根啊！我们只能共同安全、相对安全，就大家的安全是通过和平妥协取得的，而不是通过零和游戏取得的。一是全球秩序会进一步失序和混乱，不确定性更强，突发事件更难预测和更加频繁发生；二是全球化进一步逆转，全球产业链更加不稳定。中国怎么应对呢？我认为最根本的，第一是要中国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呢要以更大的开放面对挑战。这两个应对方法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